大家好，又到了我们学习广论的时间了，很开心能跟大家一起学习止观。今天我们就继续学，请大家把广论翻到336页最后一行，然后我们看原文。又于此意，跟我一起看啊。又于此意，修信大乘经义密说云：善男子，有此一门，说诸菩萨尽其所有，大乘信解，大乘出生，应知皆是无散乱心，正思法义之所出生。这一段在讲什么呢？基于这个内涵，在修信大乘经中说，善男子说透过这个一门，一门就是角度或者说形式，那么透过这样的角度呢，应当了知什么呢？就是菩萨尽其所有信解大乘，大乘所生，这一切呢都是以无散乱心正思维正法与它的意涵之所出生。那么这里边的正法呢与意涵是什么意思呢？宗大师在中士道的时候有解释，这段经文的法就是指名字，意呢就是指意涵。如果举个例子的话呢，比如说什么是无常的定义，然后刹那性呢就是无常的定义。那么刹那性是什么呢？就是意涵，而无常就是名言。在释迦合注里边呢，讲经文中的大乘信解解释为意乐圆满。为什么大乘信解是意乐圆满呢？大乘信解就是对大乘的信心。然后在皈依当中呢，可以分为共同皈依和不共的大乘的皈依。然后共同的皈依呢，是由于不畏恶趣的痛苦，然后深信三宝能救。而大乘的不共皈依呢，就是由于不畏所知障而皈依的。所以深信三宝能够救护我们脱离一切的不畏，然后这样沿着三宝欲求的信心，一心归养的信心，就是意乐圆满。那么共同的皈依呢，它只是不为恶趣的苦而皈依，所以呢是不圆满的。而大乘的皈依呢才是圆满的。而皈依在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要信心，所以这里边说大乘信解就是意乐圆满。那么大乘出生呢，解释为加行圆满，说由于具大悲心菩提心，所以菩萨呢会行六度万行利乐有情，然后令无穷无尽的如母有情能够解脱乃至成佛，所以大乘的出生解释为加行圆满。那么菩萨的意乐圆满与加行圆满，菩萨在修道的过程中，从最初发起菩提心，这就是意乐圆满，然后之后行六度四摄受菩萨戒，乃至最后圆满所有的菩萨行，尽其所有，就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哪儿出生的呢？都是从无散乱心正确的思维正法与它的意涵所出生的。那么再问大家一句，菩萨的大乘信解、大乘出生，也就是意乐圆满和加行圆满是怎么出生的呢？就是透过对法义内涵的这个反复的观察、推敲、抉择，慢慢的改变内心。比如说一开始听到大乘法的时候，有的人会害怕菩萨的那些无畏的行持，那些苦行。然后也有的人一开始听呢，是非常非常的欢喜，非常的向往。然后不管怎样呢，就是我们要从我们各自的起点开始，可能是观修菩提心的胜利啊，或者被菩萨的无私无畏救众生的事迹所撼动。然后当我们被深深的撼动之后，我们就想改变自己。改变什么呢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以自我为中心是什么样呢？我们可以透过比如说还没有学习广论之前和学习广论之后，或者去做义工，
很多事例中，我们去观察我们生命的格局的改变，就是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围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呢，对于他有情不再漠视，也不再觉得他人的苦乐与己是无关的。所以呢，从内心到家行，我们想要利益别人的内心的感受，然后慢慢的增长广大，然后再努力的让自己的心安住在已经思维的这些内涵上，反复的思维，然后对境练习。像对境练习呢，我们会升起一点利他心，可是呢，遇到挫折之后，然后就会缩回来，退了。然后想想呢，这样不对，还得要再鼓起勇气。可是呢，人事纷扰，利他谈何容易？然后就这样，应该越挫越勇。师父说我们要做常败将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战胜怯懦的这种退的反反复复的心，让这种利他的这种感受由一点一点、一丝一丝的变成越来越强烈，乃至呢能够持续。所以这一切呢，都是由修习止和修习观才能成办。那么接下来宗大师有解释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往下看一看。说无散乱心为奢摩他品心一净性，正思法义为比波舍那品妙观察会。那么修信大藏经这段经文所说的无散乱心，就是指奢摩他品的心一净性，也就是呢奢摩他的品类。心一净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心专注在一个所缘上，然后专注什么？正思维法义，也就是正确的思维正法与它的意涵，就是指这个是比波舍那品的观察会。所以菩萨的所有的意乐圆满与加行圆满呢，都是从没有散乱的心以及观察会所出生的。意思就是呢，如果没有令心专注于一个所缘，没有观察会的话，是无法获得菩萨的意乐圆满和加行圆满的这样的功德的。然后接下来说，故大小乘一切功德，皆以观慧思则而修，即于所缘心一净性二所成办，非为止修或观修一分而成。所以因此呢，大乘与小乘的一切功德都必须以观察思则而修习，以及呢还有内心专注于所缘这两个，注意这二者才能够成办，并非呢只是单一的止住修或者观察修能成办。注意说如果只有止住修或者只有观察修，能不能成办大小乘的功德呢？能不能成办呢？宗大师说，非为止修或为观修一分而成。说只有止住修或者只有观察修是无法成办大乘及小乘的功德的。说先不要说大乘的那些不可思议的功德，即使是小乘的行者想要自己了脱生死，如果没有内心专注于善所缘即观察会思则而修的话，也是无法脱离生死的呀。